快去床下躲好，快！凌晨1点半，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短信，可他不是在一次科研实验中牺牲了吗？我猛地坐起身，就在我要打电话时，第2条消息发了过来：不能接电话，研究出事故了，导致大批感染，快！随后又发来一张图片，还没有放大，我就看见里面有几个面部血肉模糊、躯体扭曲、像人一样的生物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有些反胃想吐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颤抖着手打下一个好。哥哥毕业后就出国深造，后来被留在当地的实验室工作，作为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工作稳定后，就将我也接去了。掀开被子下床，我的腿仍有些软。我一直以为哥哥在研究生物制药相关的技术。趴到床下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摸索半天，恰巧发现有一块砖边角有杵凹陷。我用力一拽，头撞到了床板，疼得我又低下了头，跪趴着退出床底。我准备将床拉出来，尽管只是木板床，还是费了我很大的力气。打开大灯，我才发现床底有一道凹下去的地方，下面竟是一个小铁窗，铁窗是朝地下推开的，黑黢黢的洞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，这洞不深，小心地顺着梯子下去，我才发现这哪里是一个洞，这完全与地上的家一样大。手电筒朝前照去，我看到一袋袋米面被整齐地放在墙边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哥哥究竟是什么时候弄出的这个地下室，又是什么时候将这些米面放进来的？联想起刚才的照片，难道哥哥早知道会出事？地下室很大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墙壁上有一处开关，打开后地下室瞬间亮了起来，这下面竟然有床，只是床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又清点了一下物资，有纸有水，甚至连卫生巾哥哥都为我准备了。我顿时眼眶一酸，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哥哥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怕是说明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。还有，为什么哥哥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会被通知死讯？自从得知哥哥的死讯后，我就很少出门了。我往地下室更深处走了走，又发现了一段台阶。我愣了愣，这台阶上去是通往哪的？爬上台阶，就发现摆满的各类罐头，还有一块镜子可以看见外面。这镜子竟是卫生间的那面，原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双面镜。我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哥哥究竟把这幢房子改成了什么样啊？看完地下室的全部构造，我就准备原路返回，先把家里的东西往下搬。哥哥只是让我躲在地下室，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必须要做万全准备了。回想起哥哥发的那张图片，我还是有点恶心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从地下室爬出去，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一看手机，已经3点半了。我拎着袋子跑到厨房，收拾了一堆东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道雷声，吓了我一跳，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出去。然而此时，开门声响起。这么晚了，是谁来了？丧尸爆发时，我在床下发现了可以躲避的地下室和早已储备好的物资，但是哥哥在发完消息后就在杳无音讯。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的喉咙瞬间发紧，我悄悄地靠近门口，敲门声依旧在继续。梦蝶，赶紧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这人是谁？我不敢出声，只能透过屏幕往外看去。走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隐约间有一个穿着黑衣、看不清脸的男人正站在门口。我是王泽，你哥哥的同事，快开门！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头一震，下意识地握住了门把手，只是突然就顿住了。哥哥是有一个同事叫王泽，我们甚至还见过几次，可门外的人一直低着头，样子处处透露着诡异。我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。外面的男人还在反复强调着自己的身份。我收回了手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屏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着屏幕上的男人转身离去，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声音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便想着继续整理物资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我的身影僵住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梦迪，开门，是我，王泽。一道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，怎么又是王泽？我猛地瞪大眼睛，放轻脚步回到门口，屏幕里的男人面色严肃，并不戴口罩，确实是王泽的脸。实验室出事了，我逃了出来，那屋子里有一个地下室，我们一起躲进去，快！他竟然知道地下室。想了想，我按下按钮。刚才也有个人说他也是王子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男人有些错愕，刚刚那个人是假的，你仔细看看我们见过，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。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牌，贴近镜头，确实是王泽的脸和他的名字。我没有说话。地下室是我和你哥哥一起建的，我比你更熟悉地下室的环境。那我哥呢？我打断了王泽的话。王泽一梗，我不知道，实验室出事故了，死了不少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很抱歉，当时没能将他也带出来，但他应当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那群人还指望你哥哥研究，
不可能让他死在这场事故里。我打开了门，王泽看了过来，先进来吧。他的样子很狼狈，身上也都是雨水。我准备去开灯，却被他制止住。哎，别开灯，我们要赶紧进地下室。王泽表情严肃，我讪讪地缩回手。可是东西还没整理好。我来拿。说着，他就搬起了我整理好的物资往卧室走去。我看着王泽衣服凌乱，想了想，跑到哥哥卧室收拾了几套衣服给他。王泽看到那些衣服有些发愣，弓着身子，双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向地下室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收住脚，转过身，正色对我说：“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桶都接满，我们恐怕要待很久，下面的水不一定够用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开始接水。因为不知会被关多久，我决定拿一些书去地下室。不经意间看到书架上哥哥的笔记本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也拿在手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枪响伴随着尖叫声在我耳边炸响。如果你生活在末日之下，你会选择给陌生人开门吗？屋里有人吗？帮帮我！一个虚弱的女声传了进来，她又是谁？我蹑手蹑脚的又挪到屏幕前，屏幕里一个头发凌乱、眼睛半眯、眉头紧锁的女人站在门口，她的表情很痛苦。能开个门吗？他们马上又要来了。女人似乎感受到我在注视着她，把脸对准屏幕，艰难地说：“我没有吭声，毕竟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诡异的事情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类似野兽的嚎叫，女人的表情瞬间变得扭曲，拍门的力道也在加重。把门打开，快打开，救救我！下一秒，两个歪歪扭扭的生物出现在屏幕里，他嘶哑又绝望的声音让我心生怜悯，手不自觉地握住门把手。别开门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的耳后猛地响起，我转过身去，王泽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表情凝重地看着我。我刚想开口解释，王泽捂住了我的嘴，将我拉到了远处，外面的吼声越来越近。如果不救他，他会死掉的。我挣脱王泽的手，但也不忘压低了声音。外面的情况我们根本不清楚，我们不能轻易开门。可你敲门我也开了。我有些生气，王泽愣了一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的眼神望向门口，女人依旧无助地拍着门板。然而下一秒，只听女人一声惨叫，随后消失在屏幕里。我吓得捂住了耳朵，已经不敢再抬头去看了。王泽却异常冷静，眼睛始终盯着屏幕，好像在观察着什么。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。我生气地对王泽说，可王泽却一直皱紧了眉头。突然，他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严肃地盯着我。赶紧回地下室去，立刻马上！王泽并没有给我太多思考时间，直接将我塞进地下室，和我一起被丢下来的还有剩下来的物资。随后他又返回，将地上房间的生活痕迹全部清除。就在我想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地上突然传来了动静。王泽冲我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掏出了手机递给我。我惊讶地看向手机，这竟然能直通我家的房门监控。门口的监控视频里再次有人影攒动。我警惕地盯着屏幕，王泽拿着一根铁棒守在唯一的入口处。门口一共站着3个人，2男1女，贼眉鼠眼地通过猫眼往里望。等等，这个不就是刚才求助的那个女人吗？她不是被丧尸咬死了吗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视频里女人开了口，看样子家里确实没人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费尽心思演戏了。我俩更辛苦啊，丧尸可不是这么好装的。别废话了，正事要紧。接着2声枪响后，他们直接走进了屋子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能听到楼上翻箱倒柜的声音。他们在找什么？听着声音越来越靠近头顶，我的心提了起来。王泽眼神坚定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别怕。我稍微安心一点。一番折腾后，几个人似乎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肯定还在他身上。干脆一把火把这里烧干净，就算再也让它变成灰。不行，这样更容易大错惊蛇。几个人一番争论后离开了我家。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对的？我见过真的丧尸，他们的行动不会这么缓慢，再加上眼睛。王泽指了指自己的眼睛。丧尸的眼睛不会这么亲密。我惊讶地问道。那他们在找什么东西啊？王泽眼神躲闪，并没有回答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王泽依旧沉默着，他的反应不免让我有些怀疑。我下意识地想和他拉开距离。你别怕，我……王泽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声巨响袭来，随后我的眼前一片漆黑。一道若有若无的低吼声传来，似乎还伴随着一股恶臭。这是……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王泽，王泽！我开着手电筒顺着地下室走上了台阶。王泽，你在这里吗？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，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对上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只距离我不到1厘米。那一秒，我从脚尖到天灵盖都承受着灵魂的战栗，伴随着我的一声惨叫。梦婷，梦婷！我睁开了眼睛，逐渐清醒了过来，就对上了正一脸焦急的王泽。又做噩梦了吗？
我揉了揉依旧有些隐隐作痛的额头。这已经是我们在地下室待的第65天了。那天地面传来了爆炸后，天花板的墙皮直接给我开了瓢，得亏有哥哥留下的药箱，我及时处理了伤口。我俩也习惯的每天盯着监控，从最开始看到路人被扑倒时的心惊，到后来边吃罐头还能眼不眨的看着。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日子了，可没想到就这2天的一次高烧，让我连着做了几次噩梦。你说我哥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开始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，因为王泽不与我透露过多实验室的事情，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混日子。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这次灾难就是由他们实验室违规操作引起的。我瞬间想到了起初哥哥发的那张照片，里面不鬼不人的东西，竟然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。而后我也才知道，原来哥哥早就意识到不正常，只不过劝说了之后，对方并不在意。直到事情爆发，哥哥第一时间就让王泽逃了出来。第一是为了保护我，第二是为了找到他藏在家里有关实验室的资料。只不过哥哥并没有来得及告诉王泽那资料到底是什么。正在我愁思苦想时，突然地上再次传来了响动。他们又是来找资料的。我的神经绷得格外紧，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，家里早被他们翻了个遍，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王泽并没有吭声，地上突然传来了走路的动静。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起身，跑到了隐藏的镜子前，刚好看到卧室里一男一女正坐着休息。这里看样子还算安全，我们暂时留在这儿。男人对女人说：“我们不会死掉吧？那群丧尸好可怕。”女人满脸忧愁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相信我，不会的，不用太担心。这几天那群丧尸的行动力越来越迟缓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会找到攻克他们的办法的。我和王泽对视一眼，难道研究所已经想到了办法？男人站起身找了一大圈，似乎是发现屋内没有任何食物，叮嘱女人留在房间，独自一人出去了。不久，女人站起身走进了卫生间。她先是洗了洗脸，然后抬起头注视着镜子，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虽然明知对方看不到里面，但她一直盯着的模样总让我有些发怵。就在女人要有下一步举动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她的身后窜了出来。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。周末晚上，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。在酒足饭饱后，我准备结账，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。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，我以为落在了桌上，赶紧转身寻找，手机却不在桌子上。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，将电话递给我。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，对方接起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电话的主人，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尽量心平气和的沟通，不敢惹怒对方。然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。我有些生气，忍不住质问对方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我的话音刚落，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手机差点甩出去。可恶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，小心我报警抓你！心吓得砰砰直跳，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。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再打过去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，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，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。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，什么都拍不到。韩雪从厕所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安慰我道：“别闹心了，我给你买了个新的，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。”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，我又露出了笑容，和他们跑去 K 歌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，打开灯的那一刻，我被吓得愣住了，困意全无。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过去，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。我的心越来越慌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。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，他还在我家吗？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他真的在卧室里。我用力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笑声终于停了下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握着防狼喷雾，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。打开灯，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床下没人，衣柜里也没有。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，都没找到。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拿出手机想报警，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，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。夜里，我刚勉强入睡，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，我心里怕得要死，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，这是幻听，这是幻听。我把头钻进被子里，用力地捂住耳朵，浑身抖成了筛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笑声消失了，总算熬到了天亮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被吓得两腿发软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
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：“放在门口吧。”听说是送快递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快递员应了一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。等等，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，哪里来的快递？我再次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着门口，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。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，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，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。我拿出来一看，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，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，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。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，谁这么缺德，竟然如此诅咒我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，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。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，就在刚才，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。这些到底是谁干的？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，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，崩溃地夺门而逃，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。我刚冲出单元门，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小鹿和韩雪赶来时，我坐在台阶上发呆。天气很暖，可我依旧冷得发抖。看到客厅里的寿衣，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。小鹿戴着手套口罩，将它扔进垃圾桶。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。我牙齿打着颤说：“不会吧，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。”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：“那它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？”我指了指垃圾桶，两个人没有说话，怪异地看着我。不可能是我自己！我尖叫着，掏出手机打开某宝，看到购买记录后，眼前一黑，坐在沙发上。你怎么了？你们看看这个。我脸色铁青，声音怪异地把手机递过去。那寿衣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，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。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，那晚我哪都没有去。一定有人潜入我的家里，动了我的手机。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。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。我愤怒地攥紧拳头。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？小鹿担忧地问我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？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真的听到了笑声，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，我要报警。你这种情况警察不会处理的。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把我浇得透心凉。放松心情，你就是太累了，我们在这里陪你。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，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。入夜我有些恐慌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，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我睡得正香甜时，那笑声又出现了，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的两个人都还睡着。我用力推了推小鹿，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。听到了吗？那个笑声又出现了。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。什么声音啊？你睡傻了吧？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支棱着耳朵听。你没听到？根本就没声音啊。小鹿言之凿凿，可这笑声明明就在。我不服气，又把韩雪叫醒。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，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哪有什么声音啊？你睡糊涂了吧？你们真的听不到吗？我用力咬紧嘴唇，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。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崩溃了，用力地抓着头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，笑声却戛然而止。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，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。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？我抖着肩膀，把脸埋在腿间。别担心了，乖乖闭上眼睛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韩雪贴心地哄我，我闭上眼睛乖乖躺下。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三人同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彼此。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，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。我吞了一下口水，迟迟不敢接通，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。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电话始终没有挂断。韩雪皱了皱眉，按了接通键。你好，外卖，麻烦拿一下。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。我根本没订过外卖。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。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，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。我仍抱着侥幸心理，打开外卖平台，看到订单记录后，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。你放门口吧。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，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，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。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，还已经被邪祟附体。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冲下楼将手机扔进垃圾桶，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，造成了记忆力混乱。
给我开了安神的药。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。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，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。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，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缺席了公考体检。妈妈担心我，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。在帮我收拾行李时，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，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，我吓得够呛，浑身哆嗦。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，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，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，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，嘴巴发干地说：“不会吧？”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，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。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，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，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。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，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，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。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，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，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，于是二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。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，只是故意吓我，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。我还是将二人告上法庭，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在某鱼上买了个二手手机，结果到货后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，打开相册一看，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，这下可赚到了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，嘿嘿嘿，我一边想入非非，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。指尖一滑翻到下一页时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仔细看这张照片，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。我扎着马尾，穿着校服，一脸青涩。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7、8年了。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，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？难道他是个偷窥狂，要对我意图不轨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？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一张、2张、3张，越来越不对劲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。最近的一张是在几个月前，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，这怎么越想越瘆人呢？简直细思极恐，我的冷汗直往外冒，这丫绝对是个变态。幸好我掌握了证据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。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先放门口吧。说完这句话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对呀，我都没买东西，哪来的快递？我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。门外的人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走了。我蹑手蹑脚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，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，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。我拿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尺码都合适，谁这么恶搞我呀？我有些疑惑，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。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，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，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。只是距我的生日还有1周时间，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，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：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？穿上我看看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人是谁？什么叫穿上我看看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，没有人。到这里，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，他不会那么无聊。是谁恶作剧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把放内衣的快递盒丢在鞋柜旁边，已经快10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赶紧睡了。我麻溜钻进被窝里刷了会手机，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。闺蜜很久没说话，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，拿手机的手垂在床边，倒头睡了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转了一下，我微微睁开眼，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，又没声音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，又躺了下来，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，我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睡意全无。有没有可能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？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。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，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。我手抖地发过去，不会吧，别吓我呀，大晚上睡不着了。闺蜜估计早睡了，我却彻底被吓醒了。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
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我不太确定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光脚下地，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，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在网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二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就在我的客厅。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。我贴着房门蹲了下来，手指颤颤巍巍拿着手机，刚输入110要拨打电话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警察就算赶到我家也需要时间，何况我现在说话，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，万一他急了那就糟了。我沉下心，编辑短信给12110，警察，我家进了人，就在客厅里，我现在很危险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我家在马吉小区3单元5楼507房间。拇指一按，消息立刻发了出去。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耳边响起3下敲门声，沉重有力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整个人都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随后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，他一字一顿，仿佛正在盯着一个已经进入牢笼的猎物。徐真真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要进来喽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捂住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，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，他猛地抬脚踹了一下，行径粗鲁暴躁，可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一声声引诱着我，出来吧，把门打开，我看见你在被子里呢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极度的恐惧让我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我听到了木屑的破碎声，透过被子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邪恶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听话，我真的要生气喽。男人温柔地说完这句话，一脚将门板踹倒，门板的轰塌声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。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黑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2排白森森的牙，他在笑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猛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钻进了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门相对而言坚固一些，就在我以为他能替我挡一阵时，男人猛地撞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，嘴角扬起玩味的笑。我忍不住尖叫起来，恐惧和恶心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我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徐真真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男人勾起我的下巴，有些遗憾地说，求你放了我。我小声的哀求。放了你？怎么可能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温柔如水，用手指碰了碰我的嘴唇，冰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用2只手拼命地向后，最后贴到了卫生间的墙壁。怎么办呢？无路可逃了。男人嗤笑着问，你别过来，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男人就挑衅地向前了2步，下一秒我被他轻而易举地拽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脑袋塞到窗外，风和泪水不停地往脖子里灌。你不是想说要从这儿跳下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男人轻描淡写地说完后，托起我的整个身子往窗外送，身体完全腾空的刹那，我真的怕极了，忍不住尖叫起来，2只手拼命地想要抓住窗沿。面对我的胆怯，男人冷笑着奚落着，既然你不想跳楼，没关系。他把我丢在了角落。我想到了一个新死法。说罢，我看见他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划向我的脸。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了过去，一杯冰水无情地泼在我的脸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人已经靠在了床上。想到之前恐怖的一幕，我伸手想要摸摸自己的脸，抬手时发现4肢被他绑了起来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放心吧，你目前并没有毁容，不过一会儿就很难说了。站在床边的男人突然开口，这一瞬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，竟然和手机里的相片一模一样。是你卖给我手机的人，怪不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因为订单上我用的是实名信息，所以送性感内衣的也是他。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想把我怎样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弱弱地从胸腔中挤出一句话，你竟然不记得我。男人遗憾地说。我偷偷地瞄着他，男人的五官很俊俏，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可惜我并不认识他。我连忙摇摇头。你不记得我就算了，可我记得你，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没忘记。男人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吞了吞口水，不敢吭声。那这个呢？他用力扯开自己的衣服，
我看到一条如蜈蚣般长长的疤，将胸膛撕成2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笑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阴鸷。许真真，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他突然扼住了我的脖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王帅，是帅气的帅，不是衰败的衰。他一字一字地吼道。王帅这个名字让我莫名的熟悉，可记忆库里却没有这个人的痕迹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你。还真是讽刺，这么多年，我做梦都想见到你。王帅笑着看向我，阴森森地说，然后将你狠狠地踩在尘埃里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他竟然哼唱起来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键盘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听着他的哼唱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终于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惊悚从我的脚底蔓延到了天灵盖。我在某鱼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2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已经闯进了我家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键盘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这声音让人不寒而栗。我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，怎么会是你？我瞪大眼睛。高中时代的我因为家庭条件优渥，加上学习好长相佳，身边的人都拼命地讨好我。我在学校里格外嚣张。高一时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名叫王帅，老师安排他做我的同桌。那时的王帅又矮又胖又丑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一开口脸就红，就是个小透明。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许真真，王帅说他喜欢你。一个男生戏谑地对我说，我从小到大不乏追求者，可是被王帅那样的丑婢喜欢，感觉是天大的耻辱。我气哼哼地回到座位，王帅小心翼翼地将一盒小蛋糕推到我的面前。吃块蛋糕吧，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。谁喜欢吃你的破蛋糕？和你的人一样恶心。我气呼呼地拿起蛋糕直接糊在他的脸上。王帅被我的举动吓坏了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活着就是个错误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王帅落寞地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奶油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我迅速找老师换了座位，却没能制止流言的传播。只要我和王帅同框，同学们就开始起哄，看戏一般对着我们不怀好意地笑。王帅的存在仿佛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许真真，你和王帅的婚纱照被贴在了黑板上。早晨，一个同学从班级里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对我说，我和王帅的学生照并排贴在黑板上，照片的周围画着彩色的气球和鲜花，最上边写着4个大字：新婚快乐。班级的同学开始鼓掌起哄，祝我们早生贵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炸开了，抓起板擦发疯似的在黑板上乱蹭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男主角来喽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把目光投向出现在门口的王帅。黑板上的婚纱照是你布置的吧？还真是用心良苦呢。赶紧向许真真求婚，说不定她就会答应你。有同学开始起哄，不是我做的。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后，王帅脸色煞白，连连摆手。看着他那张对不起观众的脸，我烦躁极了，抬手将板擦狠狠地丢了过去。板擦砸在王帅的肩膀，然后落在地上。你这只癞蛤蟆，赶紧滚开！我的话音刚落，王帅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，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开始带头孤立王帅，同学们看我针对他，也乐得看戏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不善言辞的他越发沉默，整张脸上写满了灰败，就像是一颗快要枯死的植株。课间，王帅再次走向我，他的靠近让我浑身不自在，胃里都在不停地翻腾。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王帅局促不安地说，滚远点儿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烦躁不安地想要尽快赶走他，害怕我们又成为焦点。不是我。王帅的眼角挂着泪珠，想让我相信你可以，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，用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轻蔑地看着王帅，嘴角衔着笑。王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无声地走出教室。不久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许真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王帅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掐住我脖子，手掌微微用力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被绑起来的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没死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，可丝毫没有温度。
我看着他发疯似的大笑，直到我快翻白眼了才大手一松，我肩膀剧烈耸动，头一次这么贪婪氧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无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用力的咬住嘴唇，拼命摇头。王帅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你跳楼后，我真的很自责，每天被噩梦困扰，我还得了抑郁症。后来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封存了那段记忆。放了你，说的轻巧。你感受过被人羞辱生无可恋的味道吗？你体验过骨头四分五裂的滋味吗？徐真真，在我的面前，你不配谈条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王帅的双眼充血，他不停地在笑。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再次低三下四的哀求。哼，如果那天我没有跳下去，你一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？王帅的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。你现在的结局叫罪有应得。王帅说完这句话，举起刀对准我的胸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时，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也将王帅制服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墙边挂着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紫色风信子，花语是救赎和忏悔。每个人都渴望忘记过去的不快，尽情地拥抱今天。可是我今天的遭遇就是昔日种下的恶因，校园暴力会对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雪崩到来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